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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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每次嘟半天，你们帮我加那个音，有吗？那我还嘟。环球美食深度报道哦，这个是每次我最期待的。来，第一个，新加坡美食出现重大突破，就在2024年的7月8号，根据新加坡国家食品机构发给各个食品贸易商的公开通告，总共有16种食用昆虫已经批准在新加坡销售跟消费了。新加坡食品局SFA 在其新闻稿中表示 ，SFA 将立即允许进口属于第一监管关注物种的昆虫及昆虫产品，包括蝗虫、蚱蜢、黄粉虫和几种甲虫。SFA 表示，这些昆虫和昆虫产品可用于人类消费或作为食用动物的饲料。昆虫需要文明证件，证明昆虫是来自主管部门监管的场所养殖的，不能野外啊，要养殖的啦。不能很老矮了，对，不能压心的啦，没在咖喱利亚啦。我想说冒喜啊，大家开始一直在抓这样，对不对？不行，不能野外捕获，因为它必须要让它清楚知道它的来源。但对于人类食客来说，它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新选择。当地厨师、餐厅和食品饮料公司一直尝试着不同的方法，以安全的方式在蛋白质棒等产品中提供昆虫。甚至有许多新加坡高档餐厅正在研究昆虫沙爹，还有炸蟋蟀姜黄饭，甚至米其林餐厅里把这种古老的美食元素放进菜单，不得了。好，这是第一则。昆虫说真的哦，你如果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其实是有在吃昆虫的习惯。为什么？因为早期在战乱的时候，人类都需要蛋白质。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你现在要大家为什么要吃虫？他为什么不吃鸡呢？他没有鸡啊。那没有鸡，吃牛跟吃猪的，没有鸡怎么会有牛跟猪？在那个战乱的时候，人类是需要蛋白质，那昆虫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那所以在当时的战乱或者人类在贫穷的时候，尤其前2天我在看陆剧的时候，不小心看到那个地方有那个蝗虫过境，对不对？那就是蝗虫大餐不就来了，对不对？哇！对啊，你吃我粮食，我想办法弄你啊！炸蟋蟀，炸蝗虫，炸蟋蟀，炸蝗虫，应该都可以吃吧？我以前台湾有啊，台湾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炸蟋蟀，他很聪明哎，他把蟋蟀后面插了一根薯条插进去，然后下去炸，炸到怎么酥脆起来之后，一吃的时候，你不但吃到蟋蟀的脆，你还可以吃到薯条的香，有没有吃过？我就知道我在讲的时候，你一副那种。有没有吃过？有没有吃过？有没有吃过蚂蚁？不小心吃。我是没有，我吃过炸蜘蛛，而且是在柬埔寨吃的，这么大一只。我是跟你去的嘛，对不对？对。看下雨桥上面都毛，下雨桥不敢吃啊。我还那个蜘蛛啊，它毕竟它本来就刚抓到是有毒的它要放2个礼拜，它的毒液自然就会退散。它退散之后呢，你就可以把玩在手上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桶啊，那个它上面是炸好的嘛。我说你有活的？有啊，拿开说整桶里面都是活的。对，他拿了一只这样。我说是不会有毒吗？他说不会有毒。它放上去现在蛮可爱的，毛毛的，对不对？我还记得我还跟笑笑，你看，放在这边，Spider-Man， 很开心这样。我觉得哇，那时候我跟你讲，蜘蛛什么味道？它下去炸过之后，它就像软壳蟹，带毛的软壳蟹，或是你吃毛蟹的时候，你吃到大闸蟹吃到毛嘛，什么那种感觉？但是最主要是里面的肉，它什么？它是跟软壳蟹对我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那有一种说法啦，但是我是看漫画的啦。他说蜘蛛你直接生吃，就是比如说你要蜘蛛，那你要选哦，你不要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你看到蜘蛛就跟蜥蜴一样，没有？有一些蜘蛛是可以生吃的。听说蜘蛛生吃像巧克力，听说味道像巧克力，我也很好奇。然后甚至在越南有那种胡椒虫，它就是一只。比较大一点的，像蟑螂那样，那他就把它弄干，然后把它剪一剪，然后放在碗里面，然后倒一倒之后，撒一点盐，然后柠檬挤下去，那你就直接肉沾着吃，它就像白胡椒。他们讲胡椒虫，台中的第一市场有在卖，台中市那种台中那边第一市场现在卖很多外籍的东西，你去找那泰国店里面有在卖，我有看到。好，再来一项针对牛奶的调查，令人哭笑不得。为了一个推广健康乳制品的农场的活动，美国乳制品创新中心呢，在5天内对1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像是1/4的美国人在早上6点前就前去商店买牛奶，
95%的美国人目前冰箱里至少有一种 cheese， 这些都很正常。但其中有一个调查结果让主办单位哭笑不得。这项调查竟然发现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巧克力牛奶来自上图这种棕色乳牛，这些乳牛身上呢就可以直接挤出巧克力牛奶。如果你觉得这7%这个比例听起来已经是极少人数，其实7%的美国成年人大约有1730万人，已经是2/3的台湾人口认为巧克力牛奶是从这个牛上面挤出来的。活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CNN， 这点有点让人家惊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像你刚才讲，他不知道他吃的东西原来长什么样。对啦，可是巧克力牛奶也太夸张了吧？但人家就7%，而且它不是，它还不是这个牛挤出来的，这牛就带糖尿病，所以它挤出来巧克力牛奶都甜的，这什么逻辑啊？对不对？然后皮蛋就是五谷鸡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全球最难接受的3道料理。知名全球食物地图网站每年都会定期更新全球最佳食物跟全球最难接受食物，让我们来看看最难接受前3名。哎，我跟你讲，这个不准啊！还当时那个世界电台那边说我们的猪血糕多可怕，对不对？哎，我去吃英国那个St. James Park 的那个鸭血糕，吓死我了，臭臭逼，对不对？不要民族主义。我没有民族主义，我只是说，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哦，这个广告词还记得哦。好，第一个，冰岛哦，哈卡尔是冰岛的国菜，由腌制的鲨鱼肉制成，格陵兰鲨和其他碎鲨。肉类先发酵然后先发酵3个月，然后悬挂干燥4到5个月。这道菜有2个品种，耐嚼的维红格勒哈卡尔和嫩滑的白色史格哈卡尔，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勇敢者的食物，因为含氨量，我就知道了，含氨量常常让人家作呕。腌制的鲨鱼肉通常被切成方块，插在人家身上，并配上当地一种名为布列尼温的烈酒，它就跟韩国的烘鱼是一样的。它很奇怪，它就是我后来说真的，我后来又去了韩国，然后第2次又去吃了这个烘鱼。第1次吃真的吓死我了，它就我想跟大家了解那个场景是怎么样。就我们下车之后啊，就是正好是一个市场，那因为车子开不进去，所以我们就往里面走。一下去你就闻到一个尿骚味，怎么个尿骚味呢？因为说真的，比较干燥的地方比较不会有尿骚，日本、韩国不太有尿骚味。所以你一下去的时候，你闻到，奇怪，这韩国很少在市场闻到尿骚味。那附近有公厕嘛？你没有，旁边正好有一间公厕，你不打扫干净，没有咯。你越走离它越那尿味越明显，一直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就你嘛，对不对？你带我去的嘛。他说这个，我看到那个烘鱼在地上烘，是尿味。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吃的时候，他用那个叶芝麻叶里面包生菜，对不对？然后拿那个口臼酱，对不对？然后一块那个白猪肉，对不对？然后再把烘鱼夹起来，对不对？你那个欧尼亚就那个大姐在旁边这样，你看她包这样，韩国人就很热情，包完之后就过来，一捅还来不及就进去了。进去刚开始咬的时候，菜嘛，然后有那个口臼酱，就是韩式辣酱的味道，对不对？刚开始还好，咬着那个味道就飘出来，它有一点阿莫尼亚的味道，就是氨的味道。然后呢，它有趣的是，它会带微微一点凉，它尾端有一点凉，这样。然后我们就吃完之后就那味道整个冲上来。后来他说这个是算在韩国是非常高级的食物哦，它那个是宫廷料理哦。后来还有一个更高级是什么料？后面不是这样吗？他有前面的那个鼻骨的地方，然后就直接拿那鼻骨叫我吃，我就吃，就是一样，那个阿莫尼亚味道很重，然后有一点凉，口感像什么？你知道？我跟你讲过，像那个吉他的 pick， 就那片塑胶，吃过 pick， 就差不多啊，就是薄薄的那种塑胶啊，就咬一样，就像吉他的 pick 啊。而且我咬半天拿下来，我好像记得当时就可以弹吉他啊，对啊，就类似像那样。后来我第二次去吃的时候，我吃还没吃，再吃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的感觉。但吃完之后，有一个摄影师他吃了，
我忘记哪个摄影师，他吃完之后他讲了一句话，哎，我豁然开朗。他说像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像味道很重的皮蛋味，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像，因为皮蛋重100倍。当然，但因为魟鱼也是属于鲨鱼的一种嘛，对不对？所以他一讲鲨鱼，我就想八九不离十就是发酵的。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看啊，蛮特别的啦啊！但是说真的有点惊恐就是了。第二个是希腊的阿基纳里斯沙拉。阿基纳里斯沙拉是一种源自克里特岛的传统希腊沙拉，虽然有多种变化，但沙拉通常是由嫩嫩的朝鲜蓟、柠檬汁、橄榄油、芥末、大蒜、石螺、盐、胡椒 ，OK 啊，将朝鲜蓟修剪，并在水里和柠檬汁的混合物中煮沸，将朝鲜蓟切成4等份，切成2半，用柠檬擦，然后放在盘子上。然后由柠檬汁、橄榄油、芥末跟大蒜组成的调味料放在朝鲜蓟上，沙拉上撒上切碎的石螺，用盐和胡椒调味后，很好啊。但是朝鲜蓟跟石螺都有一个特殊的香气。对啦，但朝鲜蓟很好吃啊。不知道。有人不喜欢朝鲜蓟，朝鲜蓟它其实有2种啊，一种是那个以色列朝鲜蓟，比较没那么大，另外一种是一般比较吃的，它有点像菱角，那石螺。你不用跑那么远啊，石螺就是茴香啊，你那茴香饺就那个味道，有人没有办法接受茴香，对不对？啊，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是好吃的，但我怎么样？排到第2名应该就是朝鲜蓟跟茴香啊，好不好？好，再来，芬兰雪饺子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深棕色饺子，由黑麦或大麦粉和动物血制成，虽然它们传统上是用驯鹿的血制成。但如今，它们在许多地区出现不同样貌，使用各种动物的血，包括猪血、不同的香料，有时还加入马铃薯泥，有时他们会填入炒洋葱跟培根丁的混合物，通常在美味的肉汤中烹调。雪饺子通常是作为配菜，搭配培根或是猪肉、奶油和越橘果酱。为什么会听到血就很怕？不一定。一般怎么会选它当第1名？其实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嘛，我们去匈牙利的时候，它那有血肠啊，它有的地方是会吃，有的地方是完全不吃啦。我必须说啦，很多地方完全不吃啦。那好比说，台湾也是啊，台湾有些人可能因为宗教关系不能吃血，对不对？有人听到会怕啊，但台湾吃血，我们已经，尤其是火锅，尤其麻辣锅当道，大家吃这个猪血、鸡血、鸭血是常吃嘛。但我跟你说哦，韩国也有血肠，它里面是包类似像蒟蒻的东西。对，韩国也有，但不是你认为说你所吃到的血制品都是跟台湾或者亚洲一样哦，没有哦。你去过像蒙古的肉的血腥味，它就很惊人；俄罗斯的血腥味也很惊人。对，那欧洲像我们去匈牙利、英国，它血的味道那个腥味是很惊人的。但有些人是喜欢那个血腥味。对，但我所知道，在台湾，我们吃的任何的血制品都没有血腥味。但我说的你也不要认为说，哎，这血这种东西我吃了不想吃了。哎，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我没有吃的，我没有吃过，搞不好那血腥味很重。但我必须要讲，还是要试，试了不好吃吐掉，你真不习惯，真没办法吐掉啊，不然你可能会损失掉你有机会尝到全世界的美味。好，再来做一个，好。下面，对我刚哈一声，我明显看到这两边抖一下，对不对？我讲完这个，你应该也会抖一下。泡面可能从飞机上消失。大韩航空发言人告诉韩国时报，气候危机最近加剧了飞行中乱流的频率，与2019年相比，今年频率增加。最近乱流很多，新加坡也遇到一个乱流蛮严重的。因此，在2024年8月10号开始，为了不再向经济舱乘客提供泡面，因为有热汤溢出或烫伤的风险。不过搭乘商务舱或是头等舱的旅客仍能够提供泡面，因为空间宽敞。该航空公司表示，对于乘坐更拥挤的经济舱乘客来说，这不再可行。预计未来会有许多航空公司会加入这一个规定。狗屁，骗你！人太多，空姐太忙，空姐不想泡，空姐不想泡，麻烦，泡面谁不爱？但是一煮起来，我跟你说，
大乱斗。那个空姐，我跟你说，你有没有算过经济舱多少人？每个人来一碗，他受得了吗？200多碗，你叫你泡一碗，不要说叫你泡20碗就受不了了，200多碗谁受得了？而且不是叫你悠悠哉在厨房泡，他窄的要死，这样他泡那个赶的这样，然后在这边泡完赶快去这样。我跟你说，连我看到空姐这样我都舍不得。你要嘛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泡面，好比说有那种泡面对不对？东西吧是冷水，然后一拉它自己煮沸了，然后就发给你，都是冷水，它里面水帮你煮好方面，然后一拉它自己然后就可以吃，它就不用那么忙。我跟你说，泡面就会再出现，对不对？但不可能，因为那个拉那个空气飞安不会过，对，那不行。那我跟你说，我们就等它消失吧。对不对？你真不行，我跟你说，做商务舱，不是商务舱，商务舱我跟你讲迟早会消失啦，对，迟早会消失。我说你真不行，对不对？它有它的张良计，我们有我们的过桥题，是不是？科学面吃干那种可以吧？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你在吃的时候，旁边一群忙。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全球美食环球美食的深入报道，我们下次见，拜。